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加拿大有多少无房者打算放弃购房？根据 Ipsos 的最新民意调查，对于大多数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加拿大人来说，都梦想拥有一套房子，但似乎前景看起来很暗淡。随着房价上涨，通货膨胀继续，利率上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加拿大人已经放弃了拥有房屋的想法。民意调查显示，哥伦比亚省74%、魁北克省72%和安大略省62%的购房情绪最高，但大草原和大西洋是购房情绪低点的省份。除了地区分歧之外， Ipsos 的调查显示，拥有房屋对富人来说比穷人更可行。超过2/3的加拿大人67%同意拥有房屋仅适用于富人的观点。这些情绪在非业主中上升到76%。Ipsos 在4月14日至19日期间对1000多名加拿大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房屋拥有者占74%，而那些没有房产的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占67%，略低于前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Paul Kershaw 研究了加拿大住房负担能力的侵蚀，并创立了世代挤压研究课题，以揭示几代人分裂的严峻经济现实。他说，当婴儿潮一代在1970年代进入青年时期时，他们需要5年的全职工作才能攒下20%的首付。今天的年轻人必须工作17年才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加拿大人已经接受了这种日益扩大的鸿沟，因为对于那些已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来说，房价的无休止的上涨会增加他们的财富。在文化和政治上，我们已经习惯了房价只会上涨的想法。Ipsos 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虽然77%的受访者认为，在没有拥有房产的情况下，财务上可能更有保障，但同样比例的受访者表示，拥有住房是人们做出的最好的投资。Ipsos 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共同所有权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是进入房地产的一条有利途径。大约74%在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前期出生的 Z 世代受访者表示，他们会考虑与家人或朋友共同拥有房屋，而千禧一代的这一比例为58%。1964年至1980年出生的 X 世代为43%。调查显示，寻求政府支持的加拿大人在很大程度上对最近的联邦预算感到失望。当被问及拟议的第一套住房免税储蓄账户时，40%的非业主认为这将有助于他们买得起房子。在35岁以下的人群中，这一数字上升到47%。然而，总体而言，占75%的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同意联邦政府解决该国住房问题的能力，甚至2/3的自由党选民也认为特鲁多政府做得不够。虽然联邦预算中的措施，包括新的储蓄账户和增加住房供应的种种努力，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他们不会在短期内对今天的房屋投资者产生太大的影响。美联储将大幅加息，通胀已见顶。美联储政策制定者似乎准备在夏季之前实施一系列激进的加息，以应对激烈的通胀和飙升的劳动力成本。周五的2份报告显示，两者都可能达到顶峰。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食品和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将3月份整体通胀率推高至6.6%，达到40年来的新高。通货膨胀率超过美联储目标的3倍多，因此人们普遍预计央行将在未来加息半个百分点，并继续加息至年底。与美联储政策利率挂钩的合约显示，到今年年底，利率将升至3%至3.25%的区间，这给借贷成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美国央行认为这将抑制经济增长。但央行最密切跟踪的通胀指标是潜在价格压力的信号，即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从上个月的5.3%略微放缓至3月份的5.2%。
美国商务部的这份报告还包含了新的数据显示，美联储正转向服务支出。因为耐用品支出下降，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希望这也将缓解价格上涨压力。与此同时，另一份报告显示，雇主提高了福利以吸引历史上稀缺的工人，将就业成本上升的步伐加快至 4.5%， 并强调了美联储的观点，即劳动力市场极度的紧张，但个人工资增长趋于平稳，为 5%。Capital Economics 高级美国经济学家 Andrew Hunter 表示，这些报告不会阻碍美联储下周加息50个基点，但他支持我们的观点，即今年通胀率下降的速度将比美联储官员现在预期的要快一些。美联储主席 Jerome Powell 说，在过去2年中多次预测失误后，在评估通胀压力时更加谨慎，并没有认为通胀压力会理所当然的减弱。在下周的政策制定会议上，美联储将把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因为它试图抑制过高的劳动力和商品供应的总体需求。他还确认开始缩减其美债持有量，作为收紧货币供应的一种方式。一些分析师对周五的2份报告都没有感到安慰，并指出整体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使人们对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的担忧仍在发挥作用。美联储大幅加息的幽灵以及经济学家所说的导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现在旨在缓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并削减工资增长，这是现在支持乐观情绪的唯一因素。中美将达成在美上市、中期的审计协议吗？据消息人士称，中国和美国监管机构正在讨论北京希望今年签署的审计协议的运营细节，这是试图让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最新举措。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审计监督合作的初步框架已经形成，中国可能会将部分信息归类为机密信息，这可能会允许将更多信息纳入公司的审计工作文件。消息人士称，中国还在讨论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CAB 现场检查的细节，让美国审计监管机构能够获得此类文件。上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达成协议，允许 CAB 进行现场审计检查。在中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审计纠纷中， CAB 要求完整获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存放在中国的审计工作文件。据美国监管机构称，到目前为止，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僵局可能导致大约270家公司被迫在2024年之前从美国交易所退市。消息人士称，中国将对信息披露进行明确分类，并可能缩小重大机密信息的范围。中国希望该协议能在今年达成，并在明年实施。中国证监会在周五回复路透社的询问时，提到了中国和美国监管机构发布的官方信息。4月2日，中国公布了保密规则草案，可能会让美国监管机构查阅中国公司的工作文件。与此同时，这些规定将保护国家机密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公司。拜登准备在 G20 峰会上与普京摊牌吗？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同意出席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他敦促乌克兰和俄罗斯的2位领导人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他拒绝了乌克兰领导人的武器要求，但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拜登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仍在就如何应对11月的 G20 峰会进行对话，还与主办峰会的印度尼西亚就加强对俄罗斯的谴责进行了讨论。拜登曾表示，俄罗斯应该被逐出 G20。他的政府高级成员已经退出了俄罗斯代表出席的 G20 活动。但是，在距离6个月后，还没有就抵制领导人峰会做出任何决定。官员们表示，短期内不太可能做出决定，因为他们不想将该峰会的主动权让给俄罗斯和中国。白宫的现实是 ，G20 不会将俄罗斯从其行列中移除，因为这一决定需要达成共识，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支持这样的举动，这使得这种情况与俄罗斯被驱逐出 G8时的情况不同。印尼希望团结 G20 而不要分裂。和平与稳定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关键。据美国官员称，即使普京出席峰会，拜登亲自出席 G20 峰会仍然被认为是可能的。本月初在华盛顿，包括美国财政部长 Janet Yellen 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在俄罗斯代表开始讲话时，离开了会场，以对莫斯科进行抗议。会议前，美国官员曾表示，耶伦不会参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某些会议。拜登在3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表示，他将支持剔除俄罗斯 G20 成员资格。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